我叫杨小珍，坐拥1万家产。为了所谓的爱情，我把名下35套房产全转给了6岁的儿子，可一张亲子鉴定却狠狠打了我的脸。我宠了6年的儿子，竟是丈夫和初恋生的私生子，而我的亲骨肉早在7年前就被他们活生生扔进了臭水沟。看着眼前还在演戏的丈夫，我笑了，笑我自己曾经有多蠢。一切的噩梦都要从那个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午后说起。那天看着茶几上整整齐齐摆放的那35本房产证，我搂着怀里的彤彤，满心欢喜。当我对全家人宣布要把这35套房子全部转给儿子时，婆婆乐得眉飞色舞，一边翻看红本本，一边夸赞孙子有福气。我那平日里温柔体贴的丈夫赵文斌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一遍遍确认我是不是真的要把婚前财产都转到彤彤名下。看着他那副感动的样子，我傻傻的点头，告诉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亲戚打坏主意。文斌感动的一把将我抱在怀里，可那时的我太过天真，被所谓的爱情蒙蔽了双眼，我竟然没有看到，在他抱住我的那一刻，他和婆婆飞速对视了一眼，那眼神里根本没有感动，只有一种奸计得逞的贪婪与得意。这一点温馨并没有维持太久，转眼我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以为婆婆在帮忙照看孩子，可其实她正躲在阳台角落，鬼鬼祟祟地捂着嘴打着咨询电话。她根本不是在关心孩子，而是在算计我手里最后那点值钱的东西。我爸妈留下的公司股份。就在她谋划着如何把我的股份也骗给那个孙子时，客厅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彤彤踩到了地板上不知谁扔的香蕉皮，仰天摔倒，脑袋重重磕在了坚硬的茶几角上，撕心裂肺的哭声瞬间炸响。我冲出来时看到的已经是满地的鲜血，医院急诊室的红灯刺痛了我的双眼，我心急如焚地在门外祈祷，求上天保佑我的孩子。终于护士匆匆走了出来，可带来的消息却像一盆冰水当头浇下。他告诉我患者是稀有的熊猫血，医院没有储备，正在紧急调血。我当时就愣住了，下意识地反驳说不可能，因为我和孩子明明都是 A 型血。听到我的话，护士诧异地瞥了我一眼，那是看傻子一样的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鄙视和不耐烦。他冷冷地告诉我，孩子就是明显的遗传性熊猫血，责怪我这个当妈的竟然连这都不知道。护士扔下这句话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冰冷的走廊里，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遗传性熊猫血，这怎么可能？我很清楚，我和赵文斌都不是熊猫血。如果孩子是遗传性的稀有血型，那急救室里那个我疼了6年的儿子，难道根本不是我亲生的？护士那句关于遗传性熊猫血的质问，像魔咒一样在我脑海里盘旋。那个可怕的念头在急救室门外疯狂滋长。我疼了6年的儿子，难道真的不是我亲生的？那一刻，记忆强行把我拉回到了7年前。那天，我挺着做不是亲生的。面对我颤抖的质问，婆婆慌乱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眼看就要露馅儿。赵文斌反应极快的站了出来，他挡在那个老太婆身前，脸上强行挤出一丝虚伪的笑，一边假模假样的责备他妈，一边还要握住我的手眼深情。他解释说，婆婆只是太疼爱孩子，一着急才口不择言，让我别跟老人一般见识。看着他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我强忍着心头的恶心，没有当场拆穿，而是顺水推舟，假装信了他的鬼话。紧接着，我话锋一转，故意提到最近人贩子猖獗，
提议带彤彤去警局录个 DNA 存档，以防万一。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赵文斌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刚才还温柔体贴的丈夫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慌忙打断我，找尽借口说孩子随时有人看着，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为了掩饰慌乱，他心虚的一把抱住了我，而我就在被他抱住的那一秒，悄悄抬起手，从他肩膀上捏起了一根落下的头发，死死地攥在手心。拿到了样本，我却不敢面对那个即将到来的结果。当我在车里颤抖着手打开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时，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第一份报告上那冰冷的黑体字刺痛了我的双眼，亲子关系可能性为0。果然，我疼爱了6年的儿子根本不是我生的。但我眼泪还没流干，第二份报告的结果又给了我更狠的一刀。那上面清楚地显示，赵文斌与赵彤彤确认为生物学父子关系。那一刻，悲愤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捏着报告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赵文斌，枉我待你一片痴心，你竟然把跟那个贱人生下的私生子偷偷换给我，让我替你养了整整6年。既然彤彤不是我的孩子，那我的亲生骨肉呢？记忆回到7年前的那场车祸，我躺在满是鲜血的产床上，哪怕意识模糊，生命垂危，我还是死死抓着孙主任的手，拼尽最后一口气在哀求。那是我作为一个母亲最后的呼唤，我求医生救救宝宝，甚至愿意用我自己的命去换他的命。我明明听到了哭声，大家都告诉我母子平安，那我的孩子到底去了哪里？我抹掉脸上的泪水，发动了车子，目标只有一个，当年的孙主任。就算是把天翻过来，我也要找回我的亲生骨肉。带着满腔的愤怒和最后一丝希望，我一把推开了孙主任办公室的大门，我直接表明了身份。当提到7年前那场惨烈的车祸，提到那个剖腹产手术时，孙主任的眼神明显晃动了一下。我不管他是真的想起来了，还是在假装镇定，我只想知道答案。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逼问他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孩子到底去了哪里？孙主任的眼神开始躲闪，试图搪塞我，说什么孩子已经让我带回去了。那一刻，我心里的最后一点理智彻底断了。我狠狠地把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摔在了他的办公桌上，那上面刺眼的非亲生3个字，就是对他谎言最响亮的耳光。我愤怒地质问他，我的孩子到底在哪儿？是不是被他们勾结人贩子买？面对我的逼问，孙主任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犹豫半天，他终于给出了一个解释。他告诉我，因为车祸导致羊水破裂，孩子在子宫里严重缺氧，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死胎了。死胎哪怕过了7年，我都忘不了躺在血泊里的那种痛，更忘不了耳边那一声微弱却清晰的啼哭。我的记忆不会骗我。我愤怒地打断了他，我不相信他的鬼话。虽然当时我失血过多，但我明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他还活着，他到底在隐瞒什么？看着他低头沉默、踌躇不定的样子，我明白，如果不下猛药，我永远听不到真话。我深吸一口气，掏出手机，面色铁青地警告他，既然他不肯说，那就当做严重的医疗事故处理。我马上找律师，让他做好坐牢的准备。听到坐牢2个字，孙主任终于慌了。就在我转身准备拨号的那一刻，他猛地站起身，冲过来拦住了我。他满脸惊慌，终于卸下了所有的伪装，颤抖着对我喊出了真相。他承认了，孩子当时确实还活着，但是孙主任接下来的话彻底撕开了那层血淋淋的真相，带我回到了7年前那个寒冷的夜晚。当时孙主任走出产房报平安，我那原本该松一口气的丈夫脸上竟然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失望，而我那个恶毒的婆婆更是当场抱怨我命大，居然没在那场惨烈的车祸里死掉。紧接着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孩子严重肺积水，急需手术。那几万块钱的手术费对于全身名牌穿金戴银的他们母子来说根本就是9牛1毛。可我那个婆婆竟然当场算起了账，她嫌弃我那刚出生的孩子晦气，怕人财两空，竟然把救命当成了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为了省钱拒绝治疗，医生愤怒地质问赵文斌，试图唤醒他作为父亲的一点点良知。可就在他犹豫签字的时候，穿着病号服的萧珊儿像幽灵一样出现了。那个女人3天前刚给他生了个私生子，她把赵文斌拉到角落，开始了魔鬼般的蛊惑。她不甘心让我的儿子活下来继承亿万家产，而他的儿子却要一辈子顶着私生子的骂名遭人白眼。于是他提出了那个丧尽天良的偷龙转凤计划，把他的私生子换过来顶替我的孩子，享受荣华富贵。至于我那个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亲骨肉，就让他自生自灭。产房里隐约传出新生儿稚嫩的啼哭，那是我的孩子在向父亲求救。可赵文斌听着那哭声，心却比石头还硬。为了独吞家产，为了那个毒妇，他彻底泯灭了人性，转身冷冷地对医生宣告了死刑，他们放弃拯救。孙主任说，他当时被这2个畜生的冷血震得浑身发抖，但出于医生的天职，他没有理会家属的签字，转身冲回急救室，选择了强制抢救。听到这里，我早已泣不成声，指甲深深嵌入了掌心。我死死攥住孙主任的手，
颤抖着问出了那个我最渴望的答案。既然医生强制抢救了，那然后呢？我的宝宝他是被救活了，对吗？孙主任眼里的泪光宣告了那个残酷的结局。他声音沙哑地告诉我，当年他调动了一切资源去抢救，可终究还是没能留住那个脆弱的小生命。如果仅仅是夭折，或许我还能接受，可接下来的真相彻底击碎了我的人性底线。孙主任告诉我，7年前那晚，王翠莲嫌弃地捂着鼻子骂我刚出生的孩子是晦气东西。为了省那点火化费，他竟然拒绝安葬，出门就把那团还没来得及看世界的血肉像扔垃圾一样随手甩进了臭水沟。幸好孙主任一路跟随，偷偷捡回了孩子，将骨灰保存至今。抱着那个冰凉的铁罐，我心如刀绞。原来这7年来，我的孩子差点沦为野狗的食物，孤零零地在这里度过了2000多个日夜。孙主任说描述不清那个情妇的长相，但只要见到，化成灰都能认出来，这就够了。带着满腔仇恨回到病房，那个恶婆婆张嘴就是恶毒的辱骂，嫌我把孙子扔下不管。看着那张喷着唾沫的丑恶嘴脸，我想起了臭水沟里的孩子。这一次我没有忍，我面无表情地拿起桌上锋利的水果刀，死死盯着他的脖子，慢慢举了起来。理智在最后一刻拉住了我，现在捅死他，不仅我要赔命，更便宜了这对敲骨吸髓的母子。我要的是让他们失去一切，生不如死。面对这老太婆喋喋不休的辱骂，我不再忍耐，冷冷地指着厕所，讽刺她如果真饿了，大可以去那里自产自销，吃点热乎的。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他，他像被踩了尾巴一样扑上来要打我。我早有防备，侧身一躲，顺势伸脚一勾，那张老脸结结实实撞在桌角上，顿时鼻血长流。赵文斌正好冲进病房，婆婆见救兵到了，立刻坐在地上撒泼打滚，作势要去撞墙寻死。我一把拉开，想去拦的赵文斌，对着那个戏精做了个请的手势，冷冷地看着他，让他尽管撞，别客气。发现没人阻拦，婆婆瞬间僵在原地，撞也不是，不撞也不是，只能尴尬地坐地干好。赵文斌气急败坏地扶起他妈，质问我怎么敢打老人。我装作一脸天真，反问他我什么时候动过手。婆婆刚指着鼻子上的血想告状，我冷笑一声，反手抡圆了胳膊，重重一巴掌狠狠甩在赵文斌脸上。清脆的耳光声让病房死一般寂静。看着满眼震惊的赵文斌，我死死盯着他，一字一句地告诉他，看清楚了，这才叫打。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的孩子报仇。那记耳光彻底震慑住了这对心里有鬼的母子。见他们吓破了胆，我意识到刚才太冲动，必须立刻圆回来。我立刻调转枪头，指着婆婆大声怒斥，骂她拿着我的钱吃香喝辣，却连孩子都看不好。我咬牙切齿地告诉赵文斌，这一巴掌就是为了报儿子头破血流的仇。赵文斌松了口气，以为我只是护子心切，根本没往7年前的事上想。为了安抚我，他赶紧把责任全推给他妈。就在这时，肖珊的电话打过来了。虽然他挂得快，谎称是骚扰拦截，但我看得清清楚楚。紧接着他就开始殷勤地劝我回家睡觉。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亲儿子伤得这么重，那个亲妈肯定急疯了。他急着支走我，就是为了给那个女人腾地方。我假装顺从地转身，脸上的笑容瞬间化作冰冷的杀意。果然，我前脚假装离开，肖珊后脚就溜进了病房。那对狗男女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正在里面密谋，却不知道我已经带着当年的孙主任杀了个回马枪。我就站在门外，孙主任咬牙切齿地向我确认，屋里那个毒妇的声音化成灰他都认得。趁着这对狗男女聊得最欢的时候，我猛地推开了门。我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却只撞上赵文斌那张伪善的笑脸。病房空荡荡的，他故作惊讶，问我为什么回来。连孙主任都怀疑听错了，但我坚信那个女人的声音就在这儿。我无视阻拦，目光扫视全屋，床底没有，那就只有窗外。赵文斌瞬间慌了，拼命挡在我面前，语无伦次的许诺要买名牌包转移注意力。越是阻拦，越心里有鬼。我一把推开这个虚伪的男人，扑到窗边，人早跑没影了。但百密终有一疏，冰冷的水泥地上孤零零躺着一只红色高跟鞋，刺眼的像一滩血。虽然没抓到现行，但这只鞋就是铁证。几天后，统统出院。看着赵文斌抱着私生子扮演慈父，我只觉得讽刺，杀死了亲生骨肉，却把私生子捧在手心。赵文斌，你真是好样的。临别时，我安抚担忧的孙主任，冤有头债有主，我恨意滔天，但绝不会拿无辜的孩子出气。我要抓的是那个蛇蝎。深夜，我借着灯光端详那只36码的红鞋，仅凭一只鞋去大海捞针太蠢了。既然找他麻烦，不如换个思路。我要设下一个巨大的圈套，放上最诱人的诱饵，只要饵够香，那只贪婪的狐狸自然会乖乖钻进我的笼子里。为了让鱼咬钩，我装作身心俱疲，抱怨婆婆不靠谱，顺势提出请个保姆。赵文斌眼里的狂喜掩饰不住，能把情人名正言顺接回家，这种好事他求之不得。看着他满口答应的蠢样，我心里冷笑，蠢货上钩了。第二天，那个叫肖珊儿的女人就出现在了我家门口。她
他甜甜地喊我姐，自我介绍说是新来的保姆。我礼貌地笑着，指了指地上早就准备好的拖鞋。就在他扶着墙把脚从高跟鞋里拔出来的那一刻，我的目光死死锁定了他的鞋底，36码，和我那天在医院窗外捡到的那只红高跟鞋分毫不差。虽然心里已经有了90%把握，但我还是不动声色。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拿出手机，迅速拍了一张他的侧脸，发给了孙主任。我要这最后的铁证。晚餐时，这对狗男女竟在我眼皮底下眉来眼去，甚至在桌下调情。我装作不见，把饭碗递给萧山。转身瞬间，他脸上的贪婪藏都藏不住。恶婆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评头论足，夸这保姆是个能再生儿子的好料子。那个再字像针一样扎进我耳朵。这一句彻底锤死了私生子的身世。看着这一家跳梁小丑，手机突然震动，孙主任的消息来了。我拿起手机，指尖因为紧张微微发凉，屏幕亮起，孙主任的消息只有3个字，就是他。看着眼前这其乐融融的一家子，我强忍着恶心。恶婆婆又开始作妖，一边给那对狗男女夹菜，一边教训我要贤惠。见我不搭理，她竟然直接抢走我的饭碗，嚷嚷着赵文斌离得远，够不着菜，骂我没眼力见。够不着是吧？行。我面无表情地端起一盘炒肉，反手扣在赵文斌的脑袋上。看着满头汤汁的丈夫，我冷冷地问他：“现在够得着了吗？”没等他们反应，我又端起另一盘菜盖了上去。婆婆尖叫着要上家法，我拍案而起，指着她的鼻子骂回去：“你家没皇位，你儿子也不是太子，想当奴才自己上，我不伺候！”骂完，我直接摔门而出，却贴在门边没走。屋内，萧山果然不简单。看着赵文斌头顶的剩菜，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反常，语气阴森地催促必须尽快把股份弄到手，以免夜长梦多。听到这里，我擦干眼泪，眼神彻底冷了下来。想拿股份？好啊，既然急着找死，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既然决定陪他们好好玩玩，我就静静地看着这一家子戏精表演。这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王翠莲往眼睛里偷偷滴了2滴眼药水，然后就开始对着喝酒的赵文斌哭天抢地。戏码很老套，卖惨。他一边假哭，一边抱怨赵文斌在公司受气，被人戳脊梁骨骂是吃软饭的，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只有把公司股份转给赵文斌，他才能挺直腰杆做人。为了逼我就范，这个60多岁的老太婆竟然扑通一声了胳膊，抬手就是一巴掌，那一巴掌打懵了所有人。我冷笑着告诉萧山，教训个不守规矩的下人不需要申请。我逼他收起那声甜腻的姐，改口叫太太。我要让他死心，只要我不死，他永远是见不得光的奴才。看着他憋屈认错，我回房面对气势汹汹追来的赵文斌，瞬间换上一副泪流满面的委屈模样。我质问他是不是只图钱，如果是，那就离婚。听到离婚，他瞬间慌了。我趁机示弱，故意表现出对年轻保姆的自卑，担心他移情别恋。为了哄住我这棵摇钱树，赵文斌毫不犹豫地把他心尖上的情妇踩进泥里。他当面大骂萧山是一脸廉价的风尘相，给我提鞋都不配。我知道萧山儿就在门外偷听，这每一句恶毒的话都精准扎在他的心窝上。火候到了，我抛出最后的诱饵，我谎称愿意把股份给他，只是因为公司改制要冻结到明年。贪婪的赵文斌信以为真，狂喜之下竟然主动端来洗脚水，像太监一样蹲在我脚边伺候，发誓最爱的人是我。我享受着仇人的跪舔，漫不经心地扫向半开的房门。门缝外，萧山那张嫉妒到扭曲的脸，真是今晚最精彩的风景。第二天，私家侦探递来的档案袋揭开了这桩完美婚姻底下最肮脏的脓疮。萧山根本不是野花，而是赵文斌大学时的初恋。这7年来，他一边扮演完美丈夫，一边像只硕大的水蛭，用我的钱供养那个女人。看着那一笔笔转账记录，我的手止不住颤抖。2套房、3辆车、无数珠宝，还有整整2000万的现金流水，记忆像耳光狠狠抽在我脸上。当初我心疼他挤公交塞给他的60万购车款，我不惜低头找娘家借来填补他炒股亏空的500万。原来根本不是赔了，而是他给情妇递上的聘礼。我对他的深情全成了他讨好另一个女人的工具。那一刻，我强忍泪水发誓，赵文斌这笔连本带利的烂账我一定讨回来。带着这份决心回到家，浴室里传来的水声让我停下脚步。
隔着门板，我听得清清楚楚。赵文斌正得意忘形地调笑，说趁着我这个黄脸婆出去办事，他们正好可以在我的浴室里洗个鸳鸯浴。听着里面肆无忌惮的动静，我脸上的悲伤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阴沉。隔着门板，那对狗男女正在调情。萧山儿抱怨昨晚的洗脚戏码，赵文斌哄他说那是为了骗公司的逢场作戏，许诺让他以后风光做阔太。听着里面恶心的亲嘴声，我冷笑着敲响房门，浴室里瞬间乱成一锅粥。我没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掏出备用钥匙，直接拧开了门。赵文斌正一脸安详地躺在浴缸里装睡，水面上飘着一条硕大的白色浴巾，下面鼓鼓囊囊的。见我进来，他装作刚醒，我一步步逼近，笑着提议，既然夫妻互助，不如我来给他搓个背。赵文斌吓得脸都白了，拼命摆手。这时浴巾下冒出一串气泡，底下的人想透气，眼看要露馅儿。赵文斌顾不上我在场，猛地把手伸进水里，死死按住那团东西，硬生生把快要憋死的萧山儿又按回了水底。看着他紧张的样子，我心里冷笑，为了自保，他连心爱的情妇都能淹死，欣赏够了丑态，我假装答应出去。就在水下那个女人迫不及待要浮上来的瞬间，我猛地停步回头喊了她一声，随着哗啦一声水响，浴巾滑落，一张惨白的脸露了出来。那一回头的回马枪把赵文斌吓得魂飞魄散，他手忙脚乱地死死按着水下的人，生怕露出半点马脚。看着他那副狼狈样，我气定神闲地嘱咐了一句别着凉，便关上了门。我不知道的是，门后的萧山儿因为缺氧太久，险些真的成了水鬼。这场荒唐的鸳鸯浴代价是惨痛的，萧山儿得了严重肺炎，躺在病床上咳得死去活来。但也正是这场病让他彻底清醒了，他终于意识到我最近的反常根本不是什么受了打击，而是在把他们当猴耍。他告诉赵文斌，那所谓的明年转让股份不过是我用来骗驴拉磨的胡萝卜。谎言被戳穿，这对狗男女彻底慌了。狗急了会跳墙，人急了会杀人。为了拿下我的亿万家产，为了不让当年的丑事曝光，萧山给赵文斌指了一条最毒的路，杀妻骗保，继承遗产。只要我意外死亡，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依然能名正言顺地吞掉我的一切。深夜，杀机悄然而至，我坐在沙发上看书，毫无防备，而我的好丈夫正躲在我身后，颤抖着手把一包白色的粉末倒进了热牛奶里。片刻后，他端着这杯精心调制的夺命符，满脸堆笑地走到我面前，温柔地劝我趁热喝。看着他那双写满期待和贪婪的眼睛，我微笑着接过了牛奶，缓缓送到了嘴边。玻璃杯触碰嘴唇，赵文斌眼里的期待几乎溢出来，他在等我喝下这杯夺命符，好继承亿万家产。入口瞬间，我停住了，看着他紧张的脸，我笑着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下午我已经立了遗嘱，不管我因何死亡，所有资产全捐慈善，一分不留给私人。这句话劈碎了他的美梦。赵文斌惊得弹起，面容扭曲地质问我是不是疯了，甚至搬出那个私生子当挡箭牌，指责我不为骨肉打算。看着他气急败坏，我心里痛快极了。我平静地告诉他，父母的产业轮不到他说话，做慈善是给孩子积德。赵文斌彻底破防，苦口婆心劝我撤销遗嘱，我根本不接茬，反而端起牛奶做事要喝。这下他彻底慌了，如果我现在死，他就真的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在杯沿碰到嘴唇的刹那，他疯了一样冲过来，死死抓住我的手腕，争抢中玻璃杯摔碎，牛奶溅了一地。看着地上的狼藉，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问出了那句让他心惊肉跳的话，宁愿摔碎都不给我喝。难道这牛奶里有毒？赵文斌脸色瞬间惨白，结结巴巴解释说怕凉了伤胃，逃命似的躲进了厨房。捐赠遗嘱像颗深水炸弹，彻底炸崩了萧山的心态。在那个装了监控的公寓里，他像疯婆子一样砸了一切，歇斯底里地质问赵文斌，忍辱负重，把亲儿子送给我，这黄脸婆难道就是为了最后人财两空？赵文斌赶紧抛出比毒牛奶更阴损的 B 计划，他一脸阴毒地说，搞到了国外的听话水，这种慢性毒药只要让我长期服用，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失去心智，变成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到时候修改遗嘱，拱手送公司，不过是他们一句话的事。萧山瞬间转怒为喜，夸他有办法。兴奋刺激下，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当场发情，两人迫不及待地撕扯衣服，很快脱的只剩底裤，丑态毕露。就在他们准备在这个满地狼藉的客厅里苟且时，叮咚，清脆的门铃声像一道催命符，瞬间让沙发上那两具交缠的身体僵住了。紧接着，我站在门外，用最温柔的声音喊出了那句让他们魂飞魄散的话：潇潇啊，你在家吗？门铃响过，屋内死一般的寂静，但我知道这对惊弓之鸟此刻正躲在门后瑟瑟发抖。只穿了一条裤衩的赵文斌估计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故意喊了几声，依然没人应。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掏出手机，佯装焦急的大声自语，说担心小肖昏迷出事，必须马上报警找人来撬门救人。这句话果然是催命符，不到3秒，房门打开了一条缝，肖珊儿衣衫不整地挡在门口，一脸惊魂未定。他谎称肺炎传染，想把我堵在门外，那拙劣的演技简直没眼看。我根本不给他关门的机会，趁他不备，一把推开他，闯进了客厅。沙发上乱作一团的西装裤子，正是赵文斌刚才脱下的皮。肖珊儿慌乱遮掩，硬说是以前卖保险的男装工作服。我强忍笑意没拆穿，指着地毯上43码的男鞋故作惊恐，大喊衣服虽然是他的，但这鞋肯定是贼留下的。不等他反应，我抄起桌上锋利的水果刀，一脸正义的表示要替他抓贼。肖珊儿吓得魂飞魄散，却拦不住。我提着刀大步冲向紧闭的卧室，在那绝望的注视下，猛地一把拉开。我提着刀闯进卧室，无视了肖珊儿那苍白的阻拦。他死死拽着我的胳膊，拼命编造着蹩脚的理由，一会儿说家里安保很好，一会儿说那双男鞋是他爸留下的。我假装信了他的鬼话，甚至像模像样的拉开窗帘检查了一番，直到我的目光扫过床沿，那里几根还没来得及缩回去的手指正尴尬地露在外面。我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借口教育他世上坏人多，尖细的高跟鞋跟不经意地精准踩在那几根手指上，脚下触感软绵绵的。我没抬脚，反而把全身重心压上去，狠狠碾磨了几下。躲在床底的赵文斌估计痛得五官扭曲，却不敢发出半点猪叫。教育完，我心满意足地扔刀出门。肖珊儿急着送客，我却停步表示，既然独居不安全，必须让我那神通广大的老公给他雇个保镖。肖珊儿吓得魂飞魄散，扑上来抢手机。我侧身躲开，微笑着按下呼叫键。不用客气，都是一家人。下一秒，一阵欢快而熟悉的手机铃声，突兀刺耳，毫无遮掩的从那扇刚刚关上的卧室门里响了起来。肖珊儿彻底僵在了原地，那突兀的铃声彻底撕碎了肖珊儿最后的遮羞布，她却还像个垂死挣扎的跳梁小丑，张开双臂死死挡在卧室门口，语无伦次的辩解那是她的手机，试图阻拦我进去揭开真相。面对狡辩，我没废话，抬手一记重耳光，直接把她抽地撞到墙上。趁她发懵，我冲进卧室。冷冷地看着楼上那扇窗户。为了逃命，赵文斌从2楼窗户翻了出去，但他万万没想到，楼下等待他的不是自由，而是早已埋伏好的猎人。透过灌木丛的缝隙，我看到赵文斌像个过街老鼠一样，裹着那条从肖珊床上扯下来的床单，光着2条毛腿，鬼鬼祟祟地贴着墙根溜。就在他以为逃出升天时，崔杰峰松开了大狗的绳索，恶犬咆哮着冲出，死死咬住他那身不牢靠的床单。赵文斌挣扎着脱身，却也把自己剥了个精光。堂堂公司总裁，只穿裤衩在小区被狗追得屁滚尿流，引来大群邻居指点嘲笑。他捂着脸，恨不得原地蒸发。火候到了，我拨开人群，装作惊怒交加，质问他这副德行到底在干什么。赵文斌急中生智，编了个离谱瞎话，说去游泳被偷了衣服，半路又遇疯狗，他死命拉着我，求我带他回家。看热闹的邻居们以为是家务事，正准备散去，赵文斌也刚要松口气。就在这时，崔杰峰冷冷上前一步，指着赵文斌当众抛下一句炸雷。他在撒谎。原本要散去的人群齐刷刷地回过了头。赵文斌恼羞成怒，冲着崔杰峰大吼大叫，问他算哪根葱。崔杰峰一脸淡定，慢条斯理地自称路人，说自己恰好路过8号楼，目睹了某人像猴子一样从203室窗户爬出来。人群瞬间炸开了。肖珊见火烧到了身上，立刻跳出来破口大骂，指责崔杰峰污蔑清白，却不想被眼尖的大妈当众认出，他就是203的助理，坐实了这光屁股男人刚钻过他的被窝。肖珊儿急得跳脚，拼命辩解自己只是保姆，赵文斌是雇主。他眼含热泪地抓住我的手，求我一定要相信他。我忍着恶心重重的脸，摆出一副护犊子的架势，转头警告那位路人造谣是要坐牢。崔杰峰冷笑一声，坚持亲眼所见。肖珊儿彻底急眼，为了掩盖真相，开始口不择言，喷出最恶毒的脏话，甚至辱骂对方长辈。还没等他们，一记响亮到极点的耳光
直接打断了他的喷粪。崔杰峰出手极快，反手将他扇得眼冒金星，顺势推得他踉跄后退。萧山捂着脸看向缩脖子装死的赵文斌，绝望地尖叫着要报警。面对威胁，崔杰峰微微一笑，表示正合我意，正好把证据交给警察。他气定神闲地掏出手机，将屏幕亮给所有人。那一瞬间，全场爆发出整齐划一的惊呼。崔杰峰手机里那个只穿裤衩爬窗的身影，被所有人看得真真切切，铁证如山。赵文斌惨白的脸再也挂不住，却还想伸出双手拉扯我，嘴里含混不清的求我听他解释。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反手一记重马帮直接打断。我嫌他脏，这巴掌没打醒赵文斌，倒让萧山急了眼。他挡在男人身前，当众叫嚣着那套震碎三观的歪理，说婚书不算什么，被爱的才是真爱，而不被爱的我才是车子无第三者。既然他以当小三为荣，那我就成全他。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送上最恶毒的诅咒，祝他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去当见不得光的私生子，永远领不到那张他瞧不上的结婚证。说完，我转身绝尘而去，看都没看这对烂人一眼。身后正义感爆棚的大妈们彻底爆发，指着萧山痛耳，萧山儿还想扑上去厮打，简直是自取其辱。战斗力爆表的大妈从菜篮里摸出生鸡蛋，对着那张嚣张的脸狠狠拍了下去，蛋液碎裂的脆响，混着尖叫。我和崔杰峰交换了一个胜利的眼神，而赵文斌像个游魂，对情妇的求救置若罔闻。虽然他已身败名裂，但我分明从那阴揣的眼神里读出了疯狂。这只贪婪的吸血鬼还没打算放弃我名下的肥肉。回到家，赵文斌还想用一杯温水稀释男人，我接过水杯，连眼皮都没抬，反手就泼在他那张虚伪的脸上。他厚着脸皮又倒了杯橙汁，谄媚地说给我补充维 C。我再次扬手，看着橙汁顺着他的下巴滴落，让他看起来狼狈至极。婆婆王翠莲气得跳脚，叫嚣着要让儿子休了我。我冷笑一声，离婚我求之不得，但在那之前必须算算总账。我直接冲上去，强行撸下他手腕上的金镯子和脖子上的项链，明确告诉他，这首饰和别墅全是我花钱买的，想滚就净身出户。刚才还嚣张的老太婆瞬间怂了，护着空荡荡的手腕不敢吭声，解决了老的。我转头看向跪在地上装可怜的赵文斌，死到临头他还在撒谎，硬说只给情妇买了几个包。我把那一叠厚厚的证据狠狠摔在他脸上，2套房、3辆车，还有2000万的流水，铁证如山。赵文斌面如土色，但我看出了他的侥幸，他以为我还没查出身世，觉得还有回旋余地。为了保住我这个摇钱树，他死命抱住我的腿求原谅。我收起眼泪，居高临下的指了唯一的活路，我让他现在就去把送给萧生的房产和钱一分不少的要回来，彻底跟那个女人一刀两断。我冷冷问他能不能做到。赵文斌还在借口房子写的是萧山的名字无法收回，想以此推脱。我冷冷提醒他，只要我起诉他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一听说要闹上法庭，他瞬间改了口，试探着问我，只要钱拿回来，这页是不是就能翻过去？我故作深情地给他画了一张大饼，骗他只要切割干净，我就把
而逛。广场上的那出苦肉计彻底演变成了一场失控的全武行。为了逃避牢狱之灾，赵文斌下手极狠，那一巴掌接一巴掌，扇得毫不留情，试图用暴力强行让萧珊儿闭嘴。但他低估了一个绝望女人的疯狂程度，萧珊儿彻底被打急了眼，什么计划，什么脸面全都不顾了。他冲上去，把赵文斌的脸抓的全是血道子，一边厮打，一边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最高的分贝揭穿了这个男人的老底。他骂他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骂那个所谓的真爱不过是肮脏的权色交易。最狠的是，他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把那些难以启齿的床事抖了个干干净净，嘲讽赵文斌是个看在钱分上才忍的牙签男，每次只有3秒钟。这句羞辱直接击穿了赵文斌的男性尊严，他羞愤欲死，恼羞成怒的一脚将人踹翻，两人瞬间扭打成一团，在街头毫无底线的互撕。我坐在车里冷眼旁观，崔杰峰感叹我对自己太狠，竟敢吞药冒险。我淡淡一笑，那种慢性药吃一粒死不了人，当时的抽搐只是演技，比起他们对我孩子做的孽，这点痛根本不算什么。记忆回到那个绝望的夜晚，他们为了让私生子继承家产，把我的亲骨肉塞进塑料袋，像垃圾一样扔进冷冰冰的垃圾堆。我的孩子甚至没来得及哭出一声就没了，这笔血债他们就算死1万次也还不清。在车里，我终于卸下伪装，为了那个惨死的孩子痛哭失声。崔杰峰紧紧抱住我，安抚说这不是我的错，只有活得快乐才是对宝宝最好的告慰。在他的安抚下，我擦干眼泪，重新戴回复仇的面具。回到家，赵文斌满脸血痕地跪在我面前，邀功似的称已经解决了萧珊，发誓以后哪怕天打雷劈也要跟我踏实过日子。看着这条被打服的狗，我温柔地抚摸它的伤痕，像海妖一样蛊惑它，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当那个人人羡慕的豪门赘婿。这话精准击中了他的软肋，他眼神变得贪婪坚定，死死握住我的手表中心。为了奖励这份忠诚，我拿出那块父亲生前花1800万拍下的顶级满钻陀飞轮，亲手戴在他腕上。听到1000万身家，赵文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那副得意的嘴脸根本藏不住。我趁热打铁帮他拍了合影，他立刻摆出派头配合。几分钟后，朋友圈发出配文直言父亲的名表如今传到了老公手里，这就是传承。而躲在出租屋里的萧珊目光死死定格在那1000万数字上，原本熄灭的贪婪之火再次熊熊燃烧。鱼咬钩了，鱼儿撒下去了，贪婪的鱼儿果然咬钩。透过出租屋里的针孔摄像头，我把这场狗咬狗的大戏看个真切。赵文斌一进来，萧珊就撕破脸，盯着那块满钻陀飞轮。他不要虚情假意，只要这块表当做补偿。赵文斌死命捂住手腕，那是他扮演完美丈夫的道具，更是他的命根子。他只能开出空头支票，试图糊弄。但这回身败名裂的萧珊不信，见他不肯给，他直接祭出杀手锏，威胁要把私生子的真相和当年孩子被扔进垃圾堆的恶行全捅到我面前。被逼急的赵文斌拼命捂他的嘴，还想用利益捆绑。推搡中，萧珊抖出了让我毛骨悚然的惊天秘密。原来当年那场车祸根本不是意外，而是赵文斌策划的谋杀。父母刚去世，他只要撞死我，就能兵不血刃地继承杨家所有遗产。屏幕前的我只觉寒气钻心，指甲深深掐进肉里。原来这头枕边狼早就想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面对萧珊同归于尽的通牒，赵文斌看着手腕上的财富，陷入了极度挣扎。赵文斌终究还是认了怂，他摘下那块名表递给萧珊，想用这1800万买断所有秘密，买断他们最后的瓜葛。萧珊得意的承诺，为了私生子会守口如瓶。赵文斌绝情的摔门离开，他想不到那块表里早就藏了我的微型窃听器。咖啡厅里，耳机传来的阴谋让我愤怒的浑身颤抖。崔杰峰感毫无意义，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让他们付出代价。他的话像一剂强心针，我抹掉泪水，眼里的软弱被复仇火焰彻底烧干。善良不是软弱的借口，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回到卧室，我盯着赵文斌空荡荡的手腕，问他那1800万的名表去了哪里。他眼神闪躲，谎称是不小心弄丢。我大度的表示没关系，丢了再买，反正我还有更贵重的礼物要送。我递出早已准备好的股份代持协议，我告诉他股份在冻结期，签了这份私下协议，分红和决策权就全归他。这一招直接把他砸晕了，他像贪婪的饿死鬼一样抱着协议喜出望外，发誓要对我好一辈子。为了让他入局，我催促他签字，并提议周一去办更有法律效力的公证。看着他在纸上签字，我心里冷笑，
这是我为他准备的最后晚餐。当晚，赵文斌穿上黑衣溜进出租屋，萧山正带着那块名表嘲讽地看着他。他直接把手机对到他脸上，屏幕上是我刚发的朋友圈，配文直言：就算被骂恋爱脑，协议我也签订。萧山儿冷声逼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贪婪是会传染的。萧山儿学会了我的招数，在出租屋里，他拿出资产代持协议，逼赵文斌签字，想把那些股份全部吞掉。赵文斌试图用现金搪塞，但身败名裂的萧山儿只要保命符，根本不吃这一套。见他死活不从，萧山甩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他发出通牒，如果不签，就直接拿着证据向我揭开童童是私生子的真相。这句话彻底切断了赵文斌理智的线，他眼中凶光毕露，猛地拽回想要离开的萧山儿，抓起水果刀，狠辣地捅进了他的腹部，鲜血染红衣襟。赵文斌脸上没有一丝怜悯，只有狰狞的狂笑。他一步步逼近，得意地告诉小山，他来之前就破坏了所有的监控，今晚发生的一切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多么讽刺！这个自命不凡的蠢货，唯独忘了萧山手腕上那块千万好药，那里面的窃听器早已将他的每一句嘶吼和惨叫清晰地传到了警方的耳机里。就在他准备补上最后一刀时，门外响起了雷鸣般的敲门声。开门！警察！那一瞬间，赵文斌吓得魂飞魄散，瘫软在地，那把滴血的匕首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隔着看守所厚厚的防爆玻璃，穿着囚服的赵文斌双眼赤红，他终于反应过来了，嘶吼着指责那份协议和朋友圈全是离间计，连警察也是我引去的。我平静地看着他发疯，大方承认我就是故意。他不甘心地咆哮问为什么，我冷冷地反问他，当年策划车祸想要我的命，他妈把我的亲骨肉扔进垃圾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赵文斌惊恐地问我什么时候知道。我告诉他，从他那个私生子摔伤那天起，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他居然还想垂死挣扎，癫狂的大笑，说坐牢也无所谓，只要股份协议在手，只要那30几套房产还在他儿子名下，他就还有退路。我无情地戳破了他最后的美梦。那份代持协议我埋了暗雷，根本是一张废纸。至于房产，赠与的前提是亲子关系，既然鉴定证明孩子是野种，赠与自动失效，所有资产我已全部收购。现在的他，连同那个私生子和恶毒老妈全都一无所有，唯一留给他的只有即将到来的死刑判决。听到死刑，赵文斌彻底瘫软，哭着求我念在10几年情分上救他。我觉得无比恶心，谋杀我时，下毒时，他何曾想过情分？看着这只摇尾乞怜的虫子，我丢下最后的判决：赵文斌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下地狱去忏悔吧。公墓里，我把崭新的汽车玩具放在墓碑前，碑上刻着“爱子杨一珠之墓”。我告诉我的宝贝可以安息了，那些伤害他的人都已经下了地狱。刚起身，王翠莲就冲出来嘶吼着要杀了我，替他儿子偿命。我没惯着他，反手一记耳光，直接把他打得趔趄，差点栽在墓碑前。他咆哮，是我把赵文斌送上了断头台。我冷笑一声，居高临下的告诉这个可悲的老钱婆，害死他儿子的恰恰是他自己。我一步步逼近，把真相像刀子一样扎进他心。我质问他，是不是他纵容儿子出轨，谋杀结发妻子？是不是他亲手把我的孩子扔进垃圾堆，搞这出伤天害理的狸猫换太子？是他毫无底线的纵容和作恶，亲手把儿子送死，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王翠莲瘫在地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彻底疯了。看着这个疯子，我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尘埃终于落地，崔杰峰告诉我，童童已被一户高知家庭收养，对方经济雄厚。听到这里，我心里终于松了口气。虽然孩子无辜，但我无法面对杀子仇人的血脉。每次看到他，我都会想起那个雨夜的噩梦。崔杰峰安慰我做的已经够好了。看着窗外的阳光，他有些局促地问我，既然一切都结束了，以后有没有考虑过重新开始？看着他真挚的眼神，我愣了一下，脸上泛起久违的红晕。长夜终将过去，属于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